该来的都会来，只要被惦记上了，就逃不掉的。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飙升、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当下，中国政府之前又想出了一个新的吸血方案——房屋养老金。这个看似是为了维护房屋安全、保障居民利益的政策，实则是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沉重打击。2024年8月23日，中国住建部在一场记者会上，不经任何民主程序和公众讨论，突然宣布将实行所谓的房屋3项制度，即房屋年检、房屋保险和房屋养老金。更令人不安的是，官员还透露，22个城市已经开始试点这一政策。上海，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更是率先宣布从今年开始试点，明年将在全市推行。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爆了全国舆论，迅速登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搜榜。房屋养老金的概念一经提出，立即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恐慌和愤怒。在一个普通工人月薪仅3000至5000元人民币，而一线城市房价动辄每平米5至10万元的国度，人们不禁要问，这笔钱究竟谁来掏，要掏多少？根据网上流传的上海房屋养老金收费标准，根据楼层高低不同，整体在每年1万元人民币上下浮动。这意味着一个普通的上海家庭，每月可能要额外拿出近1000元来支付这笔养老金。对于许多已经背负着沉重房贷、生活艰难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面对汹涌的民意，中国住建部在8月26日紧急辟谣，称房屋养老金不需要老百姓额外掏钱。一位住建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房屋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2部分组成。个人账户就是业主已经交存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而公共账户则由政府负责建立，通过财政补贴、土地出让金等方式筹集。然而，这种辟谣非但没有平息民怒，反而引发了更多的质疑。一位曾在财政部门工作过的匿名人士透露，政府现在的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哪里还有钱来补贴这个所谓的公共账户？最后还不是要想办法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事实上，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次房屋养老金的风波不过是当权者惯用的决策气球策略。所谓决策气球，就是政府在推行一项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前，先放出风声试探民意。如果反应不强烈，就会正式推行；如果反应激烈，就可以轻松撤回，称之为谣言。一位政策研究专家透露，据我所知，关于房屋养老金，政府内部其实做了 A、B 和 C 3个方案。A 方案是个人全额承担， B 方案是个人承担 60%， 政府承担 40%， C 方案则是政府全额承担。他们先放出 A 方案，看到社会反应强烈，就立即抛出 C 方案来辟谣。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在这场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博弈中，普通民众似乎永远处于弱势地位。随着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许多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第2季度，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 5.9%， 而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 21.3%。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屋养老金无疑会成为压垮许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对全国范围内愈演愈烈的抗议声浪，中国政府终于坐不住了。8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火速接受采访，试图平息民怒。这位官员声称，房屋养老金不需要居民额外缴费，不会增加个人负担。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公共账户将按照取之于房、用之于房，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建立。然而，这场看似诚恳的辟谣，实则是一出精心编排的欺骗戏码。
让我们仔细解析一下官方的说辞。首先，不需要居民额外缴费这句话巧妙地回避了现有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否会被强制转入房屋养老金个人账户的问题。其次，不会增加个人负担这个表述也极其模糊，它并不排除通过其他方式间接增加民众负担的可能性。更令人警惕的是“取之于房，用之于房”这个口号，它暗示着政府可能会通过各种与房地产相关的渠道来筹集资金，比如提高房产交易税费、增加土地出让金等。这些措施最终都会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导致房价上涨或租金增加。一位房地产专家透露，政府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把戏我们见多了。他们可能不会直接向居民收取房屋养老金，但会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让老百姓买单。比如提高新建商品房的质量保证金，这部分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事实上，房屋养老金制度的提出绝非偶然，而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困境中的一招险棋。据权威经济学家估算，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已经高达7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 GDP 的2/3。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迫切需要开辟新的财源。一位曾在财政部工作的人士透露了政府的内部讨论，最初确实有3个方案。A 方案是个人全额承担， B 方案是个人出60%，政府出40%， C 方案是政府全额承担。但说实话， C 方案从一开始就只是个幌子，根本不可能实施。政府现在已经入不敷出，哪里还有钱来承担这笔巨额开支？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政府原本的如意算盘是先抛出 A 方案进行试探，如果反应强烈就退而求其次推行 B 方案。没想到这次民众反应如此激烈，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所以不得不紧急刹车，抛出 C 方案来辟谣。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计划只是暂时搁置，绝不会彻底放弃。虽然房屋养老金暂时搁浅，但中国政府显然并未放弃增加财政收入的企图。就在舆论风波尚未平息之际，上海市突然宣布大幅上调水电费价格，这无疑是对普通民众的又一记重拳。根据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29日发布的通知，从2024年9月1日起，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将全面上调。其中，调峰发电机组的电量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0.5746 元，热电联产发电机组在全年发电利用小时2500小时以内的电量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 0.5988 元，分布式发电机组的单一制上网电价更是高达每千瓦时 0.9372 元。这一调整虽然看似针对发电企业，但其影响必将传导至千家万户。据估算，此次调价将导致普通家庭每月电费支出增加50至100元不等。对于已经入不敷出的低收入家庭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是上海，全国多个城市也在悄然推进各种形式的涨价措施。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水费、燃气费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一位经济学家指出，这些涨价措施表面上看是为了平衡供求，实则是地方政府变相创收的手段。可以预见，未来类似的涨价行为还会持续，老百姓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从房屋养老金到水电费上涨，中国政府的种种举措无不透露出其财政困境的窘迫。然而，在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的大环境下，这种将经济压力转嫁给普通民众的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